同志的蝙蝠侠 2.0 合金版，我就问你帮帮不帮帮？这样的蝙蝠侠梗，可能也只有 DC 老爷粉们能听懂了吧。本期节目由 One Sex Collector 玩家俱乐部倾力赞助。不过去年 HT 的蝙蝠侠含量确实不低，算上重甲 2.0， 一口气出货了5款老爷，年底更是硬搞出来了个蝙蝠侠线下活动，礼品嘛依旧拉胯。有意思的是，官方挂历上愣是没给这款重甲 2.0 留个位置，到底是隐藏款的牌面，还是连 HT 自己都觉得这玩意儿属于经典复刻，不值得在年度总结里露个脸？话不多说，直接开箱看看这个所谓的再版到底是重塑经典，还是循环了一个寂寞。包装方面，这次的重甲 2.0 没用 HT 合金系列那个祖传的硬泡沫棺材板，而是换成了抽屉式的纸质包装，正面给你开了一个巨大的塑料天窗。这操作你要说是为了环保，我是不信的。基塑包装分有2层，透过开窗能清楚地看到第一层的基础分布，玩具主体、战损替换件、武器和手型。第2层则是地台和灯组配件，背面还有一件可替换的战损披风。取出主体，初体验就是一个重。这次的 2.0 发光合金头雕，主体躯干、肩甲、小腿甲都换成了合金。你问我帮帮不帮帮？拿在手里那个沉甸甸的坠手感，确实塑料版给不了。但这个帮帮到底值不值，我们留到最后再说。逐个展示一下第1层的配件：战损胸甲、战损左肩甲、战损右肩甲、战损左前臂甲。武器方面，克什长矛可通过 USB 连接线供电发光，克什榴弹枪、锁钩枪，外加2枚克什榴弹，一枚闭合状态，一枚打开状态，以及一颗可替换的战损头雕。 HT 这波难得搞了次正向优化，面部涂装比官图时期自然多了，战损划痕的深浅走向都经得起细看，再配上可动眼，眼神里透出来一股明知挑战神明可能有去无回的悲壮感。哪怕跟 2.0 官图那颗略显呆萌的撅嘴头比较，这波重置的含金量确实拉回了不少。此外还有2个用在发光合金头雕上的可替换嘴型。手型方面，这回一共给了7个，一对拳手，一对放松手，2只握持武器专用右手，再加1只造型手。视线转移到第2层，虽然这个地台上留了2个隐藏式的孔位，可以插加腰支撑杆把主体固定住，但这地台的面积配上这庞大的重甲躯体，还是显得像大脚穿小鞋，让人忍不住想吐槽一句：怎么说呢 ？HT 你真会省。供电设备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呢是动手环节，把原主体上的配件拆下来换成战损件。操作流程大致是先拆头，正常的披风、肩甲、胸和左前臂甲。换胸甲的时候呢，发现2个槽点，一是合金胸甲脱起来非常费劲，二是原厂装配把脖子给装歪了，这个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拆下胸甲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上战损件，而是先把脖子的方向调正。上半身的替换虽然有瑕疵，但还算顺利，但是下半身的打理就没有这么走运了。下半身有一个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双腿肉眼可见的高低脚。当时心想没事，把脚拔出来重新插一下就行，但上手后发现大事不妙。2.0 的脚轻易拔不下来，没想到掰个玩具硬是搞出了一份技术报告。那秘密就在于此，一颗固定球形关节的螺丝。经过一番研究，个人推测 HT 的脑回路是这样的：为了防止厚重的合金小腿护甲把脚踝连接器坠断，他们对 2.0 的脚踝进行了史诗级的物理加固。脚踝上端加了一节小腿部位的延长连接器，而肉眼可见的2个部件一旦插入就别想再拔出来，直接焊死在小腿里。而脚踝的球形关节另一端通过一颗螺丝跟鞋子里面的内撑结构死死固定。
这个内衬结构再通过另一颗螺丝跟鞋子的外甲固定。说白了， HT 把整个脚部、连接器、球冠、内衬、鞋子当成一个总成，组装好之后一次性塞进小腿，做成半永久固定。知道了这个原理，后面就好办了，卸下鞋底的螺丝，拆掉鞋内衬和球冠，就能把腿部的盔甲拆开，露出里面的素体。根据一位常年帮人改蝙蝠侠的老师傅认证，这次的 2.0 素体跟之前的轻甲版本比起来，服装和体型上确有改进。特意比对了一下素体的2条腿，长短一致，没有毛病。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就出在那套过于复杂的延长连接器加球形关节加鞋子总成上，配件多了，公差自然就来了，一个环节差1毫米，推到最后就是肉眼可见的高低角。再说说战损前臂护甲的替换，问题也有2个，一是关节连接的卡孔太小了，偏偏这块材质又是软胶，你要硬塞进去，反复摩擦几次必有损耗，到时候就是装上去很紧，摆几次造型就松了。二是装完之后不贴合，战损甲跟本体之间总留有一道缝隙，怎么按都按不上去。肩甲部分倒是简单，原配是合金，替换件是塑料，都是通过魔术贴固定。但个人认为合金和塑料的质感差异其实并不大，涂装一概就很难分辨了。最后咱们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这个玩意到底帮帮不帮帮？合金件和塑料件远观真的没有太大区别，你要不是跟人说，没人知道你手里的这款是合金版。反而那个合金件带来的重量，让本就可动堪忧的躯体雪上加霜。所以我的结论是 2.0 这一波大可不必非要上合金，省下来的成本把地台做大一点，或者把前臂那个软胶卡口改良一下，它不香吗？当然亮点不是没有啊，战损头确实是正向更新，象征度和可动眼的加持算得上 HT 近期的良心之作。至于那个刻蚀长矛和合金头盔，虽然能够通过有线连接的方式通电发光，但在我看来那2根鸡肋的电线就实在让人欲望全无。至于可动嘛，外甲在活动过程中相互干涉的问题依然明显，你想摆出非常好看的姿势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这次合金的升级，从我的角度来看，形式大于意义，它确实更沉了，确实更像铁疙瘩了，但是那种为合金而合金的执念，反而让它在把玩体验上失去了纯粹的爽感。它可能是一件合格的收藏品，但不是一件优秀的玩具。如果你是为了那颗战损头，为了补齐 BVS 的执念，为了那一声邦邦的心理暗示，那可以入。但如果你只是为了更好的把玩体验，为了更稳定的结构，为了更极致的还原，那么这一次重置可能只是 HT 用合金给你画了一个漂亮的饼。好，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差不多了。关于这款重甲 2.0， 你是选择重置还是选择留住血包？评论区聊聊。